什么是安纳奇？是这样吗？ Operation Latte Thunder, go. 不，这些并不是。这些并不能代表安纳奇。事实上，安纳奇反而往往是在道德上较为高尚、性格上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在谈论什么是安纳奇之前，我们先谈谈资本主义。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但我想或许还是有人需要了解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工作所得到的报酬远远不足以买下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而资本家自身的消费能力又远远小于他们所占有的东西。贫穷的人们也许会饿死，而富有的人们只能看着食物腐烂。资本家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有3种方法：一是既然商品过多，那么就销毁商品，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会这么做。二是扩大消费市场，比如寻找新的市场，进行殖民经济，比如运用手段打压现有市场其他资本家，比如增发工资，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三是这时候资本家开始蓄养私人奴隶，更好听的名字是服务业。大卫·伯雷格的废除工作也许很多人都看过。我们需要承认，有些工作只是满足统治阶级的虚荣心，有些工作是完全无用甚至有害的工作，而有些工作只是在单纯的浪费生产力和财富。这3种方法给资本主义社会续命，防止它彻底崩溃。资本家和政治家把它称为维持社会稳定所必要的公共支出。不，这是谎言。真相是，这是为了维持他们统治，从那些穷人身上偷取财富的支出。劳动者因为缺乏衣服和食物而憔悴，压迫者则因为占有的资本和滞留商品太多而无可奈何。压迫者常常这样说：拿那个工人提供工作岗位，这是拿那个社会的贡献。我穷逼没得任何贡献。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不仅仅是因为富人以不合法的理由占有那些本属于全部人类的生产资料，比如土地和机器，更重要的是结构优势。在现代社会，一个成功的歌手会获得远远比他在中世纪甚至工业革命之前要多得多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网络、唱片、社会形势，这一切都在为他提供便利，他可以很轻松地利用这些将歌曲唱给更多人听。某种程度上说，这和富人之所以富的原因是一样的。我当然不是在说歌手犯了什么错误，我是在说，人们获取财富和提供贡献的能力虽然也被他们的个人能力所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以及当前具体的社会情况。一个优秀的金融从业者或者保险推销员，他们会很轻易地获取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对他人的贡献可以远远小于农民，甚至一个做汉堡的厨师。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否认他们的成功和财富来源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所有人所共同维持的。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去维持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有2个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强迫他们吐出那些财富，说服他们不再为了获取财富而从事有害的职业，将资本投入到真正对人民有益的生产上。显然，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个策略会成功。即使有少数资本家突然悔悟，真的这样做了，他也会被其他残忍的资本家当作食物迅速啃食殆尽。第2个策略很简单也很直接，既然社会结构对我们是有害的、不公平的，那我们就改变这个结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第1个主张，消灭私有制。但是这里需要注意，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说要从任何人那里夺走他们的东西，然后收为公有或者平分给人们。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以占有生产工具来获取利益的行为。不会再有人指着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从此耕种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就要交给他1/4的粮食。不会再有人指着一台机器说这是我的，从此在这些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就需要交给他几乎全部的产品。似乎他们的财富归功于个人努力，而穷人的失败则是懒惰和道德低下的结果。早在19世纪，克鲁泡特金就曾经说过，
当人们把简单的手工工作视作下等事情的时候，他们看见著作家个人派纸印刷他的著作，便觉得这是异常奇怪的。难道他没得体育场或者其他游戏来振奋他的精神吗？然而呀，当人们不以手工工作为耻辱，而且所有的人都不能做手工工作的时候，再没得那个来替那些著作家劳动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都相信这样一个事情：虽然在现在的生产力下，我们也没有彻底解决贫穷的问题，但实际上很早之前，我们的生产力就足够满足所有人的生活。而做到这些，只需要改变现有的分配形式，废除有害工作，社会朝着更好的生活前进，而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游戏。我们不需要一边有人损害自己的身体加班，而另一边大量的人失去工作的社会。我们也不需要将制作食物、衣服、建筑视作低等职业的社会。我们要杜绝好像一个人在社会的实际产出越少，这个人反而越高贵的奇怪现象。人人都实行目标收入，经济和发展成为人的奴隶和工具，而非本末倒置。人们的一切努力都会朝着更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的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众多的无政府派系甚至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在其他问题上都或多或少有着不同的主张。之后的视频中我们会再一一介绍。而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最为人知，也是最为人所误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使他们区别于共产主义，甚至反对某些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状态，我知道很多人这样强调过，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相信。无论何种党派的政治家都对人民说，把权力交给我们的党，我们愿意，并且也能够使你们脱离多年来压在你们身上的那些困苦。但事实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可以，并且已经做到他们所承诺的东西。共和党、民主党乃至某些社会主义政党，在有的时候，党派的利益确实和人们是一致的，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党派、政府对于人们而言更像是一个怪物。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强大，需要不断的吸食公民的鲜血。我们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党或政府，他的每一个政策都征求了这些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的意见吗？即使有选举投票，被压制的少数人又为什么要让出自己的利益呢？难道只是因为人数更少一些吗？政府有时会给出两难的选择，他让人们自愿投票选择割除人们的左手或右手，他们称这是选择的权利。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任何政府，也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予任何组织。有人会为政府辩护，比如国家的保护作用、经济调控、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我要说的是，这些同样不需要国家就可以完成，国家是有害且多余的。具体的实现路径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一一介绍。最后，至少有部分人会相信这一点：最坏的自然状态好过最坏的国家状态，最好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也会好过最好的国家状态。